频率一变，现实就松动。很多人以为现实是坚固不动的墙，它冷冷地站在那里，不会因为你的想法而改变，所以他们努力推，努力撞，希望能用行动把墙打开。但真正的转变，往往不是用力冲撞来的，而是先让你的频率改变。频率一变，现实就松动，像冰面开始融化，像锁开始松开，像原本静止的齿轮开始转动。你的频率是你每天的情绪基调与信念组合，它藏在你的眼神、语气、姿态里，甚至在你还没开口之前，就已经被世界感知。如果你一直处在怀疑与恐惧，现实会用更多不确定来回应你。如果你稳定在信任与喜悦，现实也会用更多同频的礼物来迎接你。神经科学早已证实，我们的大脑会依照习惯的情绪模式运作。当你每天反复感受某种状态，大脑会强化对应的神经连结，让你更容易维持并吸引同类的经验。所以，当你改变频率，你不只是改变感觉，你是在改变大脑的默认设定。而这种设定的改变，会像水流改道一样，慢慢推动你的现实松动。改变频率不需要等重大事件发生，它可以从极小的片刻开始，可能是一杯用心泡的茶，可能是一段安静的呼吸，可能是一句真诚的鼓励。这些细节会像小石子落入水面，涟漪会一圈圈扩散，直至整个湖面都被改变。当你的频率持续稳定，现实的结构就会开始松开，人会被你吸引，资源会被你召唤，机会会沿着新的轨道找到你。你会发现，原本看似无法撼动的局面，其实只是因为你和它在同一个频率锁住。一旦频率不同步，它就不得不改变。所以，与其用力推动现实，不如先转动自己。当你先改变，世界就会跟着松动。这不是魔法，而是共振的必然结果。最终你会明白，现实的墙并不是真的坚固，它只是在等你的频率改变，好让门自己打开。你掉的不是运气，是磁场。很多人谈显化时，总把焦点放在运气。他们说某人真幸运，刚好遇到对的人，刚好得到理想的工作，刚好生活步步顺利。于是他们开始等好运降临，等一个不费力的机会，等一个命运的转折，等一个外在的恩赐。但你要明白，你掉的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磁场。磁场来自你的频率与能量场，它是你对世界的无声邀请。它不仅决定谁会靠近你，也决定了什么事会向你发生。当你的磁场是焦虑与匮乏，它吸引的多半是混乱与延迟。当你的磁场是稳定与喜悦，它吸引的则是机会与流动。运气听起来像是随机的，磁场却是可调整、可练习的。它由你的思想、情绪、行为共同塑造，每天都在随着你的选择而改变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会根据习惯的情绪模式建立回路。当你长期专注于正向与可能性，你的感知范围会扩大，更容易捕捉到支持你的线索。而这些线索
正是磁场吸引而来的资源。要调整磁场，不必一次完成巨大的改变。你可以先改变每天的能量起点，在早晨花几分钟静心，在感恩的情绪中开始一天，在小事上做出与梦想一致的选择。每一次这样的行动，都像在磁场中加上一个新讯号。讯号一旦稳定，同频的人事物就会被吸引过来。有时候你会惊讶于事情的加速，因为当磁场稳定，宇宙不需要再绕路送东西给你。所以，与其祈求运气，不如主动调整磁场。当你的磁场到位，运气只是自然的副产品。最终你会发现，你不是偶然遇见好事，而是你本身就是好事的吸引源。频率对了，世界自己会靠近。很多人以为，要改变现实，就必须拼命追逐机会，追逐资源，追逐关系，不断往外奔跑，试图抓住一切看似重要的东西。可越是这样，越容易感到疲惫与失望，因为在追逐的过程中，你的频率往往停留在还不够。世界并不是因为你跑得快才靠近，它是因为你与它同频才靠近。频率对了，世界自己会走向你。频率是一种内在的状态，它不是强装的情绪，而是你真实的感受与信念，在无声中发出的讯号。当你的频率是喜悦、稳定、信任，这个讯号会传得很远，它能吸引人、机会与灵感向你靠近。当你的频率是焦虑、匮乏、怀疑，讯号也会传出去，但吸引来的多半是混乱与延迟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当你长期维持某种情绪，大脑会强化相关的神经路径，让你更容易感知并维持同样的状态。所以，频率不只是感觉，它是一种生理与心理的结合。如果你想改变外在，先问自己，我要先进入什么状态，世界才会向我走来。想要爱情，先活在爱与被爱的氛围里。想要成功，先拥有稳定与自信的内在节奏。想要更多机会，先让自己成为值得机会靠近的人。这并不需要等重大事件发生，它可以从日常的小事开始。一杯你喜欢的茶，一次专注的运动，一段静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间，这些小行为会慢慢堆叠，让你的频率变得稳定而清晰。当频率稳定，世界会感知到这份清晰，并且主动调整节奏来对齐你。你会发现，原本需要追的东西开始自己靠近，甚至以更好的形式出现。最终你会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追得多快，而在于先让自己成为对的频率。当频率对了，世界没有理由不走向你。你的能量才是宇宙的起点。许多人相信，宇宙拥有无限的可能与智慧，它能安排际遇，创造机会，带来奇迹。所以他们将希望交给宇宙，等待它发送改变的讯号。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宇宙的起点并不在外面，而在你。你的能量是宇宙故事的第一页，它决定了你会吸引什么经验，也决定了宇宙用什么方式与你互动。如果你的能量是怀疑与匮乏，
宇宙会映照回同样的画面，让你看见更多不足的证据。如果你的能量是信任与喜悦，宇宙就会回应同频的祝福与流动。能量不是抽象的词，它是一种可感知、可调整的状态。它藏在你的呼吸节奏、你的语气、你的行动与选择里。神经科学早已证实，当你反复体验某种情绪，大脑会强化相关的神经连结，让你更容易维持那种感受。这意味着，当你每天练习感受爱与富足，你就是在为宇宙设定新的起点。试着观察自己，当你早上睁开眼的那一刻，你的第一个情绪是什么？是焦虑还是感恩？那个起点会影响整天的节奏。想要新的结果，先让能量到位。这可以是一个温暖的晨间仪式，一次专注的深呼吸，一段让你微笑的音乐。这些细节会在无形中为你与宇宙的连结调整频率。当你的能量改变，外在的互动也会随之改变。人会对你展现不同的态度，机会会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。你会发现，不是宇宙忽然开始爱你，而是它一直在回应你发出的讯号。所以，与其等待宇宙启动，不如先启动你的能量。当你稳定在爱、信任与丰盛中，宇宙就会以同样的品质回应你。你的能量才是宇宙创造的起点。当你改变这个起点，整个故事就会开始用新的走向展开。当你的振动改变，命运的轨道也改变。命运，很多人觉得是固定的，像一条早已铺好的铁轨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列车都只能沿着它前行。于是，他们接受现状，告诉自己一切已经注定。也有人试着用力改变外在，却发现结果总是回到原点。但事实上，命运的轨道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会随着你的振动改变方向。当你的振动改变，命运的轨道也会随之转弯。振动是你的情绪、思想与能量的总和，它透过你的言语、动作与气场被传递，并且不断与世界交换讯息。如果你的振动是怀疑与恐惧，你会吸引到更多延迟与阻碍。如果你的振动是信任与喜悦，你会吸引到更多支持与流动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情绪会塑造大脑的神经回路。当你长期维持某种振动，大脑会让你更容易停留在那个状态，并吸引与之匹配的事件。所以，改变命运的第一步，不是去强迫外在转动，而是先转动自己的振动频率。你可以从小事开始，早晨睁开眼前先感恩3件事，为自己冲一杯喜欢的咖啡，或在夜晚花10分钟静心。这些细微的行为会像种子一样，慢慢改变你的能量场。当振动开始转变，你的视野会变得不同，你会注意到原本忽略的机会，也会更有勇气去行动。这些选择会让你的命运逐渐偏离原本的轨迹，走向一条更契合你的道路。有时候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本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，开始在背后相互牵引。人脉、机会与灵感，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向你聚拢。最终你会明白，命运并不是由外界单方面决定，
而是你与宇宙共同创造的结果。当你的振动改变，你就像换了一条全新的铁轨，带着整列列车驶向新的方向。所以，不要低估每一次能量的转变，因为那不只是情绪的改善，而是命运整体轨道的重组。调整的是你，不是世界。很多人面对不理想的现实时，第一反应是想改变外在，改变环境，改变他人，改变局势。他们相信，只要外界变了，生活就会变得顺利。于是，他们用尽方法去推动世界，试图让它配合自己的期待。可越用力，越容易感到疲惫与挫败，因为世界并不总是按你的计划行事。事实上，真正需要调整的从来不是世界，而是你自己。你的状态，你的信念，你的频率，才是吸引现实的核心。当你内在混乱，外在的环境也会反应混乱。当你内在稳定，外在就更容易呈现流动与支持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会根据情绪与专注方向建立神经回路。当你长期专注于问题，大脑会强化对问题的敏感度，让你更容易看见阻碍。当你专注于可能性与资源，大脑会放大对应的线索与机会。这意味着，当你调整自己，世界会跟着回应。调整不代表忽略现实，而是先改变你面对它的方式。当你改变反应模式，现实就不再是原本的样子。试着从今天开始，把焦点放在你能掌握的部分，选择让情绪回到稳定，选择用更高的视角看待挑战，选择在混乱中找到一个可行的步骤。每一次这样的选择，都像在你的能量场中换了一个频道。频道一旦变了，进入你生活的画面自然不同。很多人以为改变是外在先动，其实是内在先调整，外在才会自然跟上。所以，当你觉得世界不如你意，先停下来看看，你是否能用不同的状态去面对它。因为世界只是镜子，它映照的是你的能量与态度。当你开始调整自己，你会发现世界的颜色变了，人们的回应变了，机会的门也慢慢打开。最终你会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掌控世界，而在于成为那个能引导世界的人。而引导的第一步，永远是调整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